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来开箱这盒 MR 魂的 GQ 版吉阳白痴毛双倍，一直很喜欢这台的设计哦。初登场的时候就觉得很帅，所以 PB 一开的时候就马上下定了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内容物简介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以及最后我的一点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MR 魂的 GQ 版吉阳表现如何。哈基梅马秀。首先来看盒绘。不得不说，封面应该是我看过像素最低的一次，给人的感觉略微粗糙，字体依旧是一贯的烫金风格，侧面跟背面的画质就好多了，也用烫金印上了吉翁标志。接着看内容物，两层的系数，上层是本体跟大部分的武装还有些配件，下层则是长枪本体及底座。来看外观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简约，以往常常会在 MR 魂上面看见各种的小转印，像是警告标语或是一些代表该组织的标志。在这只身上几乎看不到，顶多就是在胸口印上了一个小小的吉翁标章，其他的都分配到了铠甲各处的金边。涂装上是采用了2种的亮光白，我个人很满意，很凸显这种重铠甲散发出来的光泽。至于其他原设定上的灰色，则是使用了2种银色来处理。天线的部分也有给出额外的替换天线，让我想到之前的黑猎犬倒是没给。将头盖拆除之后，接着将天线推出后就可以直接替换完成。当然没用到那是最好。涂装上我手上这台还行，不过在后悬甲有多转印的地方，以及脚掌有疑似指纹的痕迹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反正平常看不太到，不过肩甲的部分倒是蛮扣分的，因为是2片零件组合，中间的缝很明显。相较之下 ，HG 的处理一下分膜线就好。再来涂装上看得出有橘皮现象，实在是外观上的一大败笔哦。接着来跟 HG 的版本做一下比较，造型上各处差异不大。首先看涂装，可以说这样比起来 ，HG 的玩具感就太重了，塑胶色的弱点哦。MR 魂的重铠甲感就更加凸显，金边则没有太大差异，除了在手臂根部 ，MR 魂是直接加长到背面。接着看背面 ，HG 的支架像是喷射背包、大腿喷射器以及动力管部分都没有分色 ，MR 魂则是全部都有涂装，其他只是在裙甲尾端的造型以及角度有所差异。再来看一下比例差异。MR 魂的整体比例好看很多。首先是头部 ，MR 魂的头部在头顶处有做一个转折，棱角上也更多，相较 HG 的平坦来得更有立体感。再来是领口 ，MR 魂的领口宽度要比 HG 来得更大，有更多的空间感，看得到下巴等其他部位，视觉上更好看。HG 的窄空间给人一股稍稍的窒息感，在腹部之间是将上胸甲缩短了点，可以看到内部的黑色腹甲，让上半身看起来更有倒三角的形状。给人的感觉是挺拔了不少。手部的部分 ，MR 魂的手长较短 ，HG 版本则长到了管线下方。相较之下 ，HG 版本的会有点过长。MR 魂算是把这块调整得很好。接着是裆部，这一块是我觉得决定整体比例好看上差异最大的部分。MR 魂的装甲是整个内缩到下腹部里，可以看到整个大腿根部关节，侧裙甲也更加靠外，给人变宽的 feel， 力量感加分不少哦。脚部的部分正面看还好。不过改成侧面看的话就有差了，大腿的线条在 MR 魂是流线型的弧线 ，HG 版则是在到膝盖处时有一道转折。脚掌上方的装甲在 MR 魂可以看到，在后方更加的宽大，也因此整个腿部在侧面给人更有肌肉的感觉。整体来说 ，MR 魂在各部位之间都给人视觉上很有空间余裕，壮硕感也提升不少，各处的轮廓都更加的明显，更容易分辨。接着看手型，分别有成对的握拳、开掌。持盾、持剑与持长枪、斜角持剑等。另外最有看点的是右手持7克罗加驾驶舱，可以重现最后一话致敬逆下桥段的场景。再来是武器，分别有白磁矛、2把光束剑以及盾牌。白磁矛跟 HG 版的比较起来，造型上没什么跟动，视觉差异主要在后半段的喷射器。MR 魂在涂装上有全方面的升级，不过看到在后半段类似连接装的涂装是只有正面，侧边都是维持白色。让人感觉长枪不是那么的完美。此外 ，HG 版的小型喷射口带有小角度的可动 ，MR 魂则是固定角度。主握方式分为2种，首先将握把拆下，这里注意两侧的护手为软胶，抓着把会有可能断裂，抓着根部把会是最保险的做法。接着将持剑手装进握把中，这一部分会有点难装。接着对好角度插回去之后，到这边开始分歧。第一种是将辅助支架上方拆除后，将卡榫插入长枪内部的洞中，最后将手跟本体连接后就完成。
第二种则是先将右手的前臂手甲拆除，把手跟本体连接，将带有卡榫的手甲先插入长枪内部的洞后，再插回去前臂。完成后，长枪的重量还是会让手臂下垂，还是要搭配辅助支架来展示哦。再来是2把光束剑，除了有给连接剑身用的完整剑柄之外，在本体就自带2个收纳中的护手零件。连接方式就是简单的插入持剑手中，或是斜角持剑手中，很简单就能插入，快速看过。最后是盾牌，跟 HG 的版本比较后，由于 HG 版外围有分件，因此 HG 的立体感视觉上还比较高。击雷发射器也可以从内部向外推出，进行90度的展开。背面的握把差异也很大。HG 版有一个可动的机械臂，可以根据喜好自由调整持握，或是单纯装备在手上。MR 魂则是固定造型的把手，持握也有分2种。第一种是手持，先将手臂手甲拆除后，将把手拆除，把持盾手装入把手中，跟长枪一样有点难安装哦。将手掌安装回本体上，接着安装另一种带有卡榫的手甲，再插入前臂后，安装盾牌就完成手持。第二种方式则是配上第3款带有卡榫的手甲，直接装在手臂侧边即可。2种的稳定度都很高，不过说明书上也是都建议2种最好都搭配辅助支架展示。最后来看展示底座，整体以亮黑搭配银色涂装，中间以斜角度印上本作名称，下方则有机体名称与编号。最吸睛的肯定是角落的机体图样，呈现出打光下的身姿，给人一种隐身的角落随时出击的霸气姿态。辅助支架则是给了2把，长枪跟盾牌都各自搭配，快速看过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这边建议抓着头的下半部把玩，头盖由于可拆除，很容易喷掉。抬头会受到头部后方跟领口的干涉，幅度很小。低头虽然幅度较大，但的下巴也是有干涉到，前后摆动无法实现。侧摆没问题，左右旋转也是会受到下巴干涉，无法完整360度。接着是眼睛，将头盖拆除后，内部的眼睛只能左右旋转，无法前后左右摆动，角度范围落在120度。接着是躯干，可以说是本次可动最大的败笔，弯腰居然无法实现。要知道 HG 版可是有2段弯腰的可动幅度，可以发现在上腹部采用单一的直轴关节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。总之我手上这一只在上腹部的连接特别松，很容易脱落。后仰倒是有给些许的角度，但这方面也是远输给 HG 版。侧摆也无法实现，左右旋转是在上腹部的位置，可以360度无干涉。接着看手部，前后360度旋转没问题，外摆关节有配置，内侧也有提升手部平举的空间，肩胛可以向上掀起70度，手部平举110度，手肘弯曲单段可动，角度140度，根部旋转没问题，手掌在手腕有配置可以摆动的关节，持剑可以呈现更有张力的动作，手掌旋转也是正常水准。裙甲部分只有侧裙甲，跟 HG 的可动方式有些不同。HG 是在平轴上面摆动， MR 魂则是在纵轴上面摆动，把玩时要看好方向再下手。接着是脚部，所有关节最紧的地方，也因为大腿很粗壮，是最容易有干涉的部位，把玩时要慢慢慢动，毕竟是合金材质，硬来的话就是抠漆出大事哦。前踢配合髋关节最大90度，后踢在有髋关节的辅助下，大腿后方的喷射口还是会跟裙甲干涉，最大从30度提升至60度，侧踢最大70度。髋关节刚刚讲过有配置，双腿各自独立运作，根部旋转也是受限于大腿造型干涉，幅度不大。大腿后方的喷射口也有小幅度可动，屈膝2段可动，最大140度，但这边有可能造成小腿肚装甲脱落。内部的机械构造也有重现，脚掌的前后摆动没问题，旋转跟侧摆则是受到腿部装甲的干涉，前脚掌可以向下拉动，提升向上搬动的幅度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可以上下摆动，支架也是有断裂的可能，把玩时抓着本体会最安全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MR 魂 GQ 版几样白痴毛装备的开箱了，涂装跟比例上就不用多说，跟 HG 版比较起来就是棒很多。虽然有些小地方我个人是没有那么满意啦，那至于可动上那个上腹部跟腰部，我只能说阿万代设计组是办什么事情。其他的部分我还算玩得蛮开心的啦，至少我是不用担心手掌会不会断掉了。那这一盒现在要找到现货的话，可能有点难度，毕竟当初是 PB 限定的，有的话也可能是天价。那想买的观众的话，我是觉得就等再翻就好，这一盒没有到说要必买的程度啊。下礼拜呢，因为我要出门啊，所以我会休息1周。
那至于下一盒要开什么的话，就看到时候到货什么吧，可能会是爆式钢弹啦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如果说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挑选模型的话，也希望你帮我点个赞。就这样，拜。